自住必知100件事哦，老屋沒倒真的代表安全嗎？先說結論，房子沒倒不代表它真的耐震，不管新屋老屋，地震過後都要再巡一次，人命大於天啊。嗨，我是買房阿元，訂閱買房阿元，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錢。我們上一支影片聊了房市要開始熱起來了嗎？好，可以看一下。那今天我想跟你討論，你家的房子真的安全嗎？好，一樣我們先看新聞，標題我念一下。沒倒不代表耐震，老屋安全迷思大拆解，專家一警訊，切勿心存僥倖。好，那內容是這樣，就是每當強震發生後，居住安全就會再次成為大眾關注的焦點。最常被講的就是這間房子經過921還沒事，代表它被檢驗過，所以它住起來很安全，就是它以前經過921的大考，它沒事，它過關了，所以以後小考它都不怕，是這樣嗎？這個講法只對一半哦，因為很可能它很安全，是因為什麼？它離震央很遠嘛，對不對？例如說花蓮4.3大地震，你是不是忘了？很慘哦，花蓮4.3大地震，餘悸猶存啊！我靠，我們早上從床上被震起來，我靠，然後水管都爆掉了，噴水，神明桌倒下來，我覺得這個最恐怖，就是我靠，媽祖先呢？我靠，摔下來，誰擔得起這個責任？我靠！好啦，那震央在花蓮外海傳到台北的時候已經變弱很多，所以我們並不能解釋成台北的老公寓又扛過了一次花蓮4.3大地震。同樣，北部很多老房子都挺過921嘛，那也不等於說它的結構特別厲害，未來都不用怕地震，可能就是離震央很遠而已啊。而且老房子它2大問題，第一，結構，早期的房子設計沒921以前真的就是那也叫設計像下面這張圖片，這種大 L 型、大 T 型、大 U 型的做法，那在地震搖晃的時候，那種夾角處就會扭轉嘛，導致損壞。第二個就是老化問題，混凝土在經過風吹日曬以後，幾十年以後，保護力慢慢下降。例如說，上一次地震過後，牆壁裂了一個小縫，它沒被發現，然後濕氣從裂縫中滲進去，久而久之，鋼筋生鏽膨脹，把水泥撐開剝落。但是你外觀你看起來都沒事，等有事的時候就太遲了，因為這個東西要處理，怎麼處理非常困難。再來你要知道，買新房子不等於買到安全。那這樣說是不是買新房子比較安全因為法規越修越嚴格嘛，新房按新法規來蓋一定很安全嘛，聽起來很合理，但這中間有什麼問題？法規管的是什麼？管圖面是建築師跟結構技師畫出來的那張紙。但工地裡面師傅綁鋼筋灌水泥那雙手，他法規怎麼檢驗得到？給你看一個很誇張的案例，標題我念一下：縫隙大到能插叉子、硬幣，交屋未滿3年，牆壁冒4公尺裂縫，我靠，還透光建商進回正常裂紋，什麼東西？來，誇張的圖要來了你看，噔噔。哇靠，什麼東西？入住不到3年新房子，裂縫已經裂到可以插叉子進去。你看我們大家買新房子，那又貴，空間又小不就是在買一個安心這樣子真的安心嗎？所以新房子新法規那都有過，為什麼牆壁會裂成這樣？那就有問題了嘛。最後你要知道，地震結束才是檢驗時刻。那問題就來了，如果老房子有結構問題，新房子也可能會出事嘛？那我們到底可以住在哪裡？還是大家乾脆直接躲回深山算了？至少地震來的時候還有地方跑。先說結論不管新房子還是老公寓，還是可以買只是要多檢查一下。買之前先確認過這間房子的結構安不安全。那要怎麼檢查嘞？首先就是去巡一下說1、2樓因為1、2樓最容易被地震影響那倒塌都在說倒塌了就是低樓層所以地震以後就是不看自己家沒事，然後你就當沒事，你還是要下樓去巡你也懶得自己巡，我跟你講，管委會比你還緊張就看一下1、2樓大廳車道剪力牆有沒有出現裂縫剪力牆長怎樣？你可以看這張圖剪力牆就是用來承重的，所以它的牆體會特別厚實那至少要看什麼？就是看有沒有斜向裂縫。其實垂直或橫的那個裂縫很可能都是油漆那就是油漆的裂縫而已。但是如果是斜向的 X 型的45度角的，看到這個裂縫出代誌就是第一時間通知管委會。管委會其實也不能幹嘛，他頂多把漆補回去，但裡面還是這樣
那真的要做要怎麼樣？要花大錢哦，結構技師哦來巡來算哦，看能不能補強。如果無法處理的話，你就看有沒有辦法說啊，那就為了生命安全，是不是就搬走了哦？生命安全啊，講完了，我們整理一下。今天我跟你說了，你家房子真的耐震嗎？哦，那我們也分別討論了新房子跟舊房子的狀況。老屋沒事，不是代表它結構安全。哦，新房就算符合新的建築法規，也不代表施工品質沒有問題。哦，結論就是，不管你住的是新房子還是老房子，地震過後都要仔細的去巡，不要只看你自己家哦。那1、2樓梁柱車道的哦，加減也要看啊。如果有發現45度的斜向的裂縫，真的就要緊張起來哦，真的就要趕快去找結構技師去檢查啊。如果沒有辦法處理的話哦，我跟你講，市政府比你還緊張。如果就因為這樣，然後又發生了什麼遺憾的事情的話，然後一次好幾十個人，哦，那個烏紗帽都不保哦，他比你還緊張，所以我們會出現所謂大樓貼黃標、大樓貼紅標這種事嘛。哎，那真的遇到了那種哇，真的很危險，能搬就搬嘛，就是這樣。你說把房子賣掉已經沒人買，那沒辦法，你遇到就是這樣，生命安全啊哦，永遠比房價更重要。我跟你說，紅標很猛哦。一般來說，你這個建築物被貼黃標，黃標不是不能復原，你知道，它經過一個加工以後，黃標我們民間講法很硬，黃標危樓啊，我靠，也沒那麼嚴重哦，黃標，然後黃標啊，經過詳細的情形哈，這個我不知道，我要再查，但是我很清楚，這間大樓以前是黃標，為什麼現在在賣？然後跟我說沒有黃標，哦，就可以這樣哦，它是可修復的。那紅標就不得了，紅標是撤離的哦，立即撤離哦。花蓮4.3大地震，這我印象很深刻，大概也只有我會去注意這種東西吧。我就在看紅標哦。花蓮4.3大地震以後，花蓮縣政府就直接真的有發建築物紅標，還是一個像華廈哦，它不是很高的花蓮沒什麼高的大樓。好，然後就發了紅標，然後發了紅標以後，就所有人員我管你的，給我撤離哦。然後那些災民哦，還有辦法自己走樓梯下來呢哦，然後說電梯還能搭呢，好，就這樣。然後大家也覺得說，啊，我要收拾一下家當哦，我再離開，沒有，你給我撤離。那個紅標一出去，當天不能在裡面過夜哦，這麼嚴重哦。好啊，晚間的時候，那個紅標大樓啊，慢慢斜，晚間倒塌。你看哦，你看，所以啊，在這個部分我們可以怎樣？我個人認為是可以相信政府的判斷，因為政府比你還怕，你知道？那掉多少烏紗帽？所以黃標的話在研究，黃標現在你硬要說對房地產有什麼影響，就是銀行貸款會很有問題，會出狀況。可是你紅標的話啊，這個就是遇到就遇到了，就狙了。哦，那你人沒在裡面，晚上就一起走，這個已經萬幸哦，所以快跟下哦，要不然怎麼辦？好。最後我想問你，發生地震以後，你第一個動作是什麼？ A. 尋一下家裡有沒有出現裂縫。 B. 打電話問家人是否平安。 C. 第一時間發 IG 限動。現在不是這樣，不是以前都教什麼地震的時候要躲到桌子底下還是怎樣？現在地震第一時間把手機拿出來。是我自己的感覺有問題啊，先上 PTT 哦，不然就上那個 YouTube 的那個地震直播台哦，不然就是趕快看脆哦，就是這樣，到底誰在躲？在講八卦之前來點乾貨，很多朋友會問我說，阿元你房地產做這麼久有沒有口袋名單啊？這不就來了嗎？掃一下這個 QR code， 我有的牌都在這裡了，進去先點影片看我介紹，讓你心裡有個底哦，然後就可以直接加他們的 LINE 了。買賣房子，台北找銷店，高雄找林店，美術之星，這兩位都是我的大前輩，我有問題也是直接問他們，你就直接敲就對了。如果你雙北要裝潢漢一室內裝修嘛，很多觀眾朋友合作以後都覺得很滿意。那如果遇到了法律上的問題，有頂尖律師可以幫助你。好啦，我有的資源都給你了，你有需要你就大方用，不用客氣。最後我要請你支持我，加入我的頻道會員，每個月250塊錢，直接抄我做好的重大建設功課。高雄自產哦，老會員都跟超過1年了，沒料的話大家早就跑了。最後也不要忘了哦，幫我按下訂閱按鈕。YouTube 的後台哦跟我說有 74% 的觀眾還沒訂閱，這樣都能超過5萬人支持。如果你還沒訂閱，麻煩先按一下哦。買房阿元 logo 旁邊那個可愛的按鈕，對，點下去就對了。這樣我離10萬訂閱又更近一點，拍片的動力也會暴增。按好了嗎？感謝你這麼挺我，祝你老了有房又有錢。講故事哦，講故事，這是一個聽來的故事，如有雷同那就雷同。今天我們要講的是小胡的故事哦。
小胡最近在考慮搬家，原本沒有很急，只是有一天他下午沒事在那邊亂看亂晃，在家裡抬頭的時候看到客廳天花板靠牆的位置有一個細細的裂縫，裂縫不大，也沒掉水泥，但是他就越看越不舒服，然後覺得是油漆，但是怪怪的，怎麼看怎麼怪，問了 AI 啊，問了什麼以後，然後他找了一個土木畢業的朋友來幫他看，朋友很挺他，搬梯子上去摸，跟他說小裂縫沒有問題。小吳還是不放心，又把照片傳給我看。我一看就跟他說，這個大概就油漆的事他就很擔心嘛。我真的認為這個就是油漆的事那可能當初矽酸鈣板在封的時候，怎樣他接縫沒有給他用抗裂網怎樣有沒的，就這樣。那個裂縫那麼平整，又是那個接縫處，我看看那個是釘矽酸鈣板的地方，我跟他說這沒什麼。他很擔心這樣然後他跟我說他傳給很多人看過，大家答案都差不多，叫他不用太緊張，但是這個裂縫變成他的心魔，他每天回家都能看裂縫沒事還會爬梯子去量然後用筆畫一下然後隔幾天再看這個裂縫有沒有超出之前筆畫的地方，有點這個我們不好說人家自己半生積蓄去買的房子，現在出現裂縫，他當然心情很那個嘛。但是我現在床頭就有一個裂縫，買幾年了我也不理他反正就是這樣，每個人容忍程度不一樣那過了幾個禮拜又跑回來密我，他說他確認了這條裂縫沒有什麼狀況，量起來都差不多長但是他還是決定早點搬家，因為他這個幾個禮拜都睡不好所以他認為說那可能他就不適合這個房子那不適合這個房子，他也不想要在裡面繼續待所以他也請那個就美術之星的林店長去幫忙找房子。最後林店長也是幫他找一間屋齡10年內，因為他這種需求，我就跟他說，那你就是看屋齡新的房子了。老屋這個裂紋什麼的太常見了不止牆面有裂紋，瓷磚都有裂紋你看了那你怎麼辦所以就幫他找了一個屋齡10年很新的房，很貴那小胡還跟我說，他搬過去第一個晚上那真的是有史以來他睡得最好的一次，太誇張了吧？就有人會有，我也不能說人家被害妄想症還是什麼，真的不能這樣子講，就是每個人的程度不一樣嘛。那個我覺得沒差，可是就有人覺得有差別人覺得沒差的狀況或問題，到我這邊我可能覺得很嚴重所以我也不知道，總之看看啦怎麼判斷 X 型的斜向的比較嚴重？如果是直向的話，你去敲敲看，是不是聲音不一樣？你們看，嗲嗲嗲嗲，然後敲另一邊，叩叩，好，這個是空板，這大概就是以前板材在封的地方如果是中間裂開，那就是以前沒接好嘛，大概也就是這個情況斜向裂紋斜向裂紋我也有那個觀眾就直接拍給我，他在花蓮哇靠，他就傳給我說，阿元，請問這個很嚴重嗎？我一看我就想，我幹，這真的很嚴重。他說他是透天然後那個斜向整個啪這樣整個過去，很像是那個金剛狼這樣然後敲過去。我說這不對我不用現場看，我看我就覺得斜向斜成這樣，這有問題吧？那你趕快找人檢查，我也只能幫他到這裡我還能怎樣然後說越來越大，我靠，跟嚇嘛，花蓮4.3大地震。